别看今天这个派对的主角是还没露面的塔瓦纳斯维特，但在场的上流社会本质都是生意人，追星不是他们热衷的事情，赚钱才是。所以今天这些人聚在一起，把凯利·维斯特当成核心，与他谈天说地，心里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搭上费可欣那条线。可惜的是，费可欣对娱乐圈一向无感，三井家族的家主多次邀请，他都根本不为所动。没想到费可欣没来，却来了2位费可欣的好朋友，而且从凯莉对叶晨和萧初然的态度可以看得出，这2人跟费可欣的关系肯定很好，至少比凯莉与费可欣的关系还要好。佐佐木美纪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叶晨，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男人怎么可能是费可欣的好朋友。费可欣是什么人物？独自掌管万亿美金的费家，单就个人掌管资产的维度来衡量，三井家族的族长在他面前根本就是个小学生。一想到自己刚才竟然贴脸对叶晨和萧初然开嘲讽，佐佐木美纪便吓得脸色惨白，完全不知叶晨会怎么报复自己。而这时候，一向佛系的佐佐木幸子也傻了眼。他与堂妹美纪不一样，美纪一心想着往上爬，无论是在家族里的地位，亦或者是在社会上的地位，都是美纪非常在意的，所以她终日乐此不疲地结交权贵。至于幸子，她脑子里想的只是平平淡淡地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并无其他雄心壮志。所以当家里给他们每人3个邀请名额的时候，美纪用了1整天的时间给所有认识的上流人士搞了一个综合评分，选排名前3的赠送邀请函。而幸子想的是，好朋友董若琳一直很喜欢塔瓦纳，正好有这个好机会，自然第一个邀请了他。董若琳哪知道这演唱会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潜规则。他听幸子说了这件事，除了兴奋之外，想到的第2件事就是问幸子还有没有多余的票，他想邀请自己的好朋友一同观看。幸子本来也不知道剩下2张门票该给谁，见董若琳还想邀请其他朋友，便直接把剩下2个名额的决策权给了董若琳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董若琳竟然请来了2个似乎来头很大的大人物。此时的凯莉已经亲密的上前与萧初然浅浅的拥抱贴面，随后又恭敬地向叶晨躬了躬身，随后才惊喜不已地问萧初然：初然，你和叶先生什么时候来的东京？萧初然回答道：我们昨天才到，你呢？凯莉笑道：我已经来几天了，是跟费小姐一起来的。说罢，她不禁感慨道：真没想到世界这么小，我从美国不远万里来日本，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你和叶先生。要是告诉费小姐，估计她会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。萧初然也不禁感叹，确实太巧了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。说着，萧初然又问：对了，凯莉，你说费小姐也来了，她在哪？凯莉道：费小姐不追星，所以就没参加这次派对，晚上的演唱会也不准备参加。不过她如果知道你们在这里，一定会改变主意的，稍后我就给她打个电话。这时，一位戴眼镜、面相斯文、年纪约摸40岁上下的黄种男子走上前来，恭敬地问凯莉：维斯特女士，冒昧问一下，这2位贵客是您的朋友吗？凯莉看着那人，微微点了点头，随后对他说道：三井先生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叶先生，旁边是叶先生的太太萧女士，他们2个都是费小姐和我的好朋友。随即凯莉又对叶晨和萧初然说道：叶先生，初然，这位是三井长康，三井家族董事会的副主席，这次塔瓦纳东京演唱会就是三井先生全权负责。三井长康从刚才凯莉与叶晨、萧初然的对话里能听得出，这2人与费可欣不仅关系很密切，而且在费可欣面前极有分量。自己费尽口舌邀请费可欣参加派对、观看演唱会，他都没有松口，而凯莉却无意见说，如果费可欣知道他们2人过来，一定会改变主意，足见费可欣与2人的关系不一般。
所以他不等叶晨和萧初然开口，便立刻恭敬地说道：叶先生、叶太太，鄙人三井长康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叶晨虽然不想在这里搞什么社交，但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于是便与他握了握手，客套了2句。佐佐木美纪看到三井家族的2号人物都对叶晨如此客气，心中更是慌得要死，想到自己刚才竟然不长眼地嘲讽叶晨和他的老婆，心里便更是忐忑无比。这时，一位老者满面笑容地走了过来，对不远处还在发懵的佐佐木幸子笑道：幸子，你还没给爷爷介绍这2位贵客怎么称呼？说话的是佐佐木幸子和佐佐木美纪的爷爷佐佐木太郎，此人是佐佐木家族的掌舵者，是三井家族的外戚，他的姐姐当年嫁进了三井家族，得益于这层关系，他们才能与三井家族成为亲戚。佐佐木太郎本身在这个核心圈里，地位就和孙女佐佐木美纪一样尴尬，属于基本插不上什么话的边缘人物。可他没想到，自己那个平日里像小透明一样的长孙女，竟然不露声色地请来了2个大人物。这种在核心圈成员面前露脸的好机会，他又怎么可能错过？佐佐木幸子听到爷爷的问题，正想如实回答，叶晨这时抢先一步说道：这位老先生，我们可算不得什么贵客，就像刚才那位美纪小姐说的，我甚至不被允许到这里跟你们说话，所以我还是回避一下吧。说完，他看向凯莉，微笑道：凯莉，你们先聊，我们还是回那边角落安静地待一会，以免叨扰大家。凯莉毫不犹豫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我也不喜欢太热闹的场合，不如我们一起吧。叶晨点点头，笑道：那就去那边聊。眼看凯莉和叶晨等人转身去了角落，留下的人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不少人已经开始用质疑的眼光看向始作俑者佐佐木美纪，让佐佐木美纪如芒在背。佐佐木太郎此时冷声质问他：美纪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对那位叶先生如此无礼？佐佐木美纪慌乱地说道：我不知道啊，爷爷，我是看他穿着打扮不像是什么大人物，不想他叨扰诸位，所以才不小心说错话的。佐佐木太郎冷哼一声，这个年代你还通过衣着打扮来判断一个人的实力，实在是蠢到极致，留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。你回家去好好反思吧。佐佐木美纪为了今天的派对和演唱会，这2天激动的连觉都没睡，除了他本身也是塔瓦纳的粉丝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还想借这个机会多接触一些上流社会的人。可现在自己连塔瓦纳都没见到，爷爷就让自己回家反思，那这些天来的期待岂不是全成了泡影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哀求道：爷爷，美纪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美纪一个机会，美纪以后一定不会再以貌取人。佐佐木太郎丝毫不为所动，用无容置疑的语气说道：没什么好讨价还价的，赶紧回去，不要在这里丢了佐佐木家的脸面。佐佐木美纪见爷爷态度坚决，眼眶瞬间一片血红，眼泪也夺眶而出。就在他还想开口哀求的时候，有人跑过来对三井长康说道：三井先生，老爷和大小姐还有塔瓦纳的车队到了。